出租车广播里播放着乘客被害的新闻，司机突然古怪地看了我一眼。美女，你觉得我像凶手吗？我一下子愣住了，脑袋里回想起刚才新闻里说的近日出租车司机杀害女性乘客的案例接连发生。据警方调查，嫌疑人常出现在机场附近，并喜欢在雨夜进行作案。窗外的雨穿过黑漆漆的夜，正噼里啪啦地砸在车窗上。我有些害怕，嘴上干巴巴地说着：“怎么可能？您如果是凶手，就不会这样问我了。”心里却警惕起来。现在车上只有我一名乘客，如果他是凶手，那我的处境岂不是变得很危险？你别紧张。司机哈哈笑了起来。我是看你太紧绷了，就想缓和一下气氛，可不是新闻里说的那个变态。我配合着讪讪地笑了笑。窗外愈来愈烈的雨势好像要把一切吞噬，包括我坐的这辆出租。我心里莫名不安，如果他在这个地方对我下手，可能我喊破喉咙也没有用。等回过神时，车子已经开出了快1公里，突然发现司机没开计价器。在我提醒他后，他才手忙脚乱地摸索了半天打开。总之业务看起来极其不熟练，本就敏感的我觉得有些不对劲。一个靠开出租挣钱的人，怎么会不知道打表呢？司机顿了顿，有些欲盖弥彰地解释：“我第一次开出租，还不咋熟练，姑娘你可别介意。”不知是不是心理原因，我感觉他在紧张，像是生怕我误会似的。我心里警惕，但还是客气地回了句：“没事。”咚咚咚，后备箱里突然传来沉闷的撞击声，把我吓了一跳。什么声音？司机脸色一变，笑容有些牵强地说：“是我刚买的几条活鱼，想带回家吃新鲜的。”活鱼会撞出这样有频率的声音吗？我不怎么相信，甚至觉得司机在撒谎。想到这里，我不敢再往深了分析，只希望一切都是自己想多了。恰好闺蜜打来电话，我故意说给司机听：“亲爱的，我已经坐上车了，大概1小时后到家，你记得去小区门口接我。”说完，我偷偷看了眼司机的反应，当发现他似乎一直在盯着我时，我整个人都不好了。闺蜜还在电话里咋咋呼呼：“什么亲爱的，酱汁你交男朋友了？”她从小嗓门就大，我担心司机会听到，故作镇定地笑了笑：“好，你知道就行了，那我先挂了。”不理会他在那边的追问，我紧张地挂了电话。直觉告诉我，司机还在盯着我，可我却没了和他对视的勇气。那种感觉就像被隐藏在暗处的毒蛇盯上，随时都能扑向我。我低着头给闺蜜发消息，说明我这边的情况。这时司机诡异地笑了笑，他问我：“姑娘，你是和男朋友一起住啊？”我后背一僵，点了点头：“是啊，他警校毕业的，我们一起住的话，家里人也放心。”什么男朋友，什么警校毕业，都是我编的。我故意这样说，是为了警告司机，哪怕他真的是坏人，碍于我男朋友的身份，应该也不敢轻易伤害我。原本我以为自己这样说完，会从司机脸上看到可疑的表情，谁知他竟然感慨起来：“我也有个女儿，马上就要高考了，不过那丫头从小叛逆，也不好好读书，非要上什么艺术学校。我不同意，她就成天哭闹，搞得我和她妈头都大了，只能答应她。她现在每天都要在2个城市来回跑，比我这个当爹的都忙，打电话也不接。”司机说着叹了声气，又透过后视镜看了我一眼，小小的后视镜映出他那双黑漆漆的眼睛，莫名让人害怕。他笑着和我说：“姑娘，你在家一定很听话懂事吧？如果你是我闺女多好，我恐怕做梦都能笑出来。”这时我看见他的手在往下半身摸索着什么，摸索什么？是要害我的凶器还是？我整颗心都提了起来，手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手机。谁家父母能不爱自己的孩子？就算再不好，那也是父母心里的宝啊。师傅，你一定很爱你女儿吧？司机的手一顿，忽然回头看了我一眼，他语气诡异地说：“当然，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接着他那只摸索着下半身的手拿着个什么东西朝我伸了过来，那是张一寸证件照。照片里的姑娘化着淡妆，长相清纯，笑容充满生气活力。司机说：“这就是我闺女，漂亮吧？”是很漂亮，可我却没心情欣赏，只觉得害怕，因为从上车后我一直没有看到司机的长相，直到这一刻他转过头，我才突然看清那张脸和出租车电子屏幕上的证件照完全不一样。